好学猫。大家好，我是中年少女 Zoe， 这是我的第一期播客。其实今天开这个播客还挺意外的，随便点进来了，就准备把它开始试着录音一下，所以就当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吧。其实一直都很想有这样一个做播客的想法，也之前跟一些朋友聊过要不要一起做，但是我发现我这个人是属于一个想法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很多，但是执行力却很弱的人，所以一直呢想了大半年都没有开启。那今天为什么这个播客开了呢？原因就是我彻底躺平了。这个躺平指的不是我摆烂了，而是我因为骨折，所以彻底躺平在家了。因为这个躺平，我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因为我是左手骨折，左手手腕骨折，导致左手没有办法动。然后呢，更重要的是胸椎骨折，好在它没有到特别严重需要手术的地步，但是医生告诉我说起码要在床上平躺1至3个月，所以目前我的状态是除了上厕所，其他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我就把我的手机打开，准备开始做这样的一期播客节目，也把自己的骨折的每一天的所思所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记录下来，更重要的是也就让自己不再那么无聊。所以呢，如果有朋友听到了我的节目，我会觉得很开心哦，原来我孤孤单单躺在床上的时候，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是可以跟别人听到，也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些互动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自己不无聊。不无聊真的很重要，因为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如果你每一天都在想着我要躺平，我要躺平，我要躺平，有一天真的当你躺平的时候，这个该有多么的无聊。无聊到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我大概每一天都不会在房间里待。我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我都不要在房子里待，我在外面要好好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此时此刻我觉得外面的风都是温柔的，外面下着雪都是唯美的，外面哪怕暴雨雷电它都是激烈的，只有这个房间是无聊的。那刚才说了一下，就是做这个播客的偶然性是因为我骨折了，躺平了。那再说一下我做这个播客的必然性，其实前面我也提到了，很久以来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起码有2-3个月了吧，就是想要做播客。我觉得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个蛮相信命的人，就是总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冥冥当中注定的。我在半年前吧，就是几乎同一时间有3个好友给我推荐了播客节目，当时我还完全没有接受过播客的任何的内容，然后恰好呢，这3个朋友都是在我心中觉得哇很有品位的人，而且他们的认知都是很高的人。我说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呀，让我都特别认可的几个朋友同时给我推荐，然后我就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好奇心，其中也跟另外一个朋友有聊过，说要不要一起做节目，然后甚至还把这个想法分享给了其他的一些朋友。但是你看，人往往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自己的小打算的话，千万不要告诉第3个人，往往要告诉之后，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一直到现在，我都就是等于把这个东西没有给他推进，直到现在，彻底躺平了，好了。终于有一个机遇吧，来做了，而且我是以这种自己单口的形式。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我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来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播名叫做中年少女 Zoe。这个名字很逗，是我刚刚花了大概10几分钟的时间想的。然后这个 Zoe 呢，是我问了某一个 AI 软件给我起的名字，输入了我的中文名，让他给了一个建议，他起了一个 Zoe。然后我觉得哇，和我的名字很贴，然后又很朗朗上口，特别棒哈。然后之所以叫中年少女呢，就是其实我已经30多岁了。也不要说已经，就是其实本人30多岁了，按理来说已经是从那个20多岁的年轻人慢慢步入到中年的阶段，但是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个
这个少女心不是说就是那种天花乱坠、天马行空，或者对某一些东西还患有某种幻想，或者是那种粉红泡泡啊、小星星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任何的阶段都应该是对自己的人生充满新鲜感的，总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所以就加了这样的一个少女。这可能也是跟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有关吧，就是在过去的2年的时间，我经历了一个人生比较大的一个低谷。那在这段时间呢，我经过不断的个人成长和学习，到现在，我甚至觉得目前的自己是一个新生的自己，就是感觉跟过去的30几年的思维方式、认知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起这个节目名字的一个初衷，中年菜鸟进化论。可能很多朋友说你都到中年了，怎么还能叫菜鸟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认认真真思考过自己为什么往前走，自己的这些行为，这样的一些看法，甚至这样的一些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好像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一直在被推着往前。小时候的时候，我们上学要在班里当第1名，要做好学生，要符合老师和父母的期待好像我们所有的学习就是为了考高分。那之后考大学也是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工作之后呢，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单位呢，为了各种 KPI， 然后呢，到了适婚的年龄这个社会你的父母你该结婚了，到了该要孩子的时候你该要孩子了，但是好像很少有人会仔细考虑我究竟是为什么？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我做这件事情自己的自驱力是什么？好像我们一直都是在被推着走的，直到我35岁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这件事情。想想多可怕，就是其实人生过半了，你才反应过来其实我们一直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教导，被环境影响，没有属于自己给自己的那一份安全感，没有自己给自己的那一份内核。所以好在我反应过来了，对，所以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阅读，包括跟一些我认为在我身边我比较信赖的朋友的一些交流，我发现这一些时间我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的工作，看待我的生活，甚至跟我身边家人朋友的人际交往，我都有了一些不同的视角。不过只有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视角可能只是一个刚刚起步，刚刚开始。但好在我开始了，所以尽管我是中年人，但是我在个人成长方面还是一个菜鸟。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播客节目，能够督促自己，在个人成长上一步一步的慢慢来，同时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菜鸟，但也不怕自己是一个菜鸟。其实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也听了很多我们小宇宙里面特别有名的一些博主比如说Melody 的纵横四海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超级牛的，就是我很向往的，在现实中我觉得一定是特别大神的人他的那个个人的认知，包括他找到事物的这些解决的方案，包括他的阅读能力，他的复盘能力，我觉得真的是老牛了。就是听到这样的大神，我在想我做什么节目你的认知能有多高，你的知识储备能有多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另外的一种鼓励吧，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日积月累来的，然后每个人也都有自己擅长的内容。那我从别人身上取到的一些精华，对我的一个鼓舞，反而也是一种鞭策。但同时肯定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觉醒是相对来说比较晚的，可能是到20多岁、30多岁，甚至40多岁才开始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也希望能够给到你们共鸣，通过我的这档节目，大家能够互相交流，把我的这个心态的感受，提带给大家，同时呢，也有一些回馈，我们互相成长，共同进步。承认是自己是菜鸟，但是菜鸟也有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成长的那一天。
而且我做这个节目也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其实跟我自己的个人的职业经历是比较有关系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做播客嘛，其实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电台主播，当时其实还没有毕业，是大4的时候，20出头的一个黄毛丫头，当时就是在做电台节目，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有始有终啊，也是一种冥冥注定。还想到当年啊，自己做一个夜间节目，特别逗啊。一个20出头的黄毛丫头做夜间节目，大家也知道啊，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也了解，当时的夜间节目很流行的就是那种夜话节目。虽然我们那档节目不是一个标准的夜话，但其实也主打一个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接进来电话聊天。所以非常逗的就是当时在20出头的年纪，会给一些40多岁的中年人一些情感建议。现在想起来自己也真的是挺敢的。复盘一下也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一个敢说一个敢听。现在想想自己30多，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可能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当时初出茅庐不怕虎的那个心态，我觉得也是需要去保留的。想一想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过电台主播，做过电视的主播，还做过电视的记者，其实新媒体也做过，对，做过抖音，做过小红书，做过视频号，主打一个啥都做过，啥都看过，算是一个传统的媒体人，也算是一个新媒体人，但是在每一个领域都是没有那么的出名，都是有一点点小有名气。我想一下啊，我这个人好像就属于那种特别享受那种一开始的那种兴奋感，但是呢往往就是3分钟热度，持久性不高。我给自己的一个小标签是这样的啊，尽管我现在知道啊，要尽量的撕掉自己身上的标签啊，不要给自己下定义，但是想想过去的自己的确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还有一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我发现往往我们在发现比自己更强的人的时候，你的那个动力就不足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我还挺厉害的，蛮好的你还会有一些正反馈，但是当你把你的眼睛往周围看的时候，发现怎么有那个人做的节目比我还要好，怎么那个人的那个抖音数据比我要强，怎么我的这个工作领导总是在夸其他的员工，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动力就不太足了。其实现在想一想，我大概明白为什么了，就是我们一直习惯于在这种比较就是争第一的这种环境当中嘛，这种心理的驱动力其实是非常弱的，就是它的持续性是非常弱的，可能它会来得很猛，但是呢它的持续性会很弱，所以当你在这种比较当中获得不了这种满足感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击倒了。因此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些人生经历，让我在做这档节目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不给自己定目标，我也不给自己定 KPI， 我主打一个随心所欲。一方面我希望能够分享我的一些感受，分享我的一些最近的一些个人成长的小小的经验只是分享它不一定是对的，它也不一定对每一个人都受用，但是我主打的是一个分享。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希望也能够彼此获得一些情绪价值。这个情绪价值在于，其实你有时候发现你了解的一些东西，你不一定能给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说。这个年头想要找一个能够认认真真听你讲，别说几十分钟1个小时了，能够认认真听你讲几分钟说话的人其实都没那么容易，大家都忙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这个不叫电波让网络前面的那个你，哪怕只有1-2个朋友听到我的节目愿意听，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鼓励和肯定。那同时如果你能够听到现在，你能够把我的节目听完，我觉得或多或少我的节目当中也应该是给你提供了一些不论是有没有的干货，或者是情绪价值也罢，肯定是有内容的。所以就说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吧。而且我觉得
不论如何，我开始了，就是一个开始，它就是一个好事，总比我百无聊赖的躺到这儿，每天躺平看着天花板啊，想这个想那个的强。但是我觉得，就这次骨折，我也发现啊，就是我对自己的认可又更进了一步。我发现，哇，我老牛了，作为一个中年少女。如果是过去的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肯定是怨天尤人，先哭个昏天暗地。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我骨折的那一天，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自己老牛了，真的老牛了。当天其实一出门的时候，我那天是要去上班的，结果呢，一出门就发现下雪了，然后没踩稳就坐到了地上。然后呢，由于本人啊，就属于一个怎么讲？四肢啊没有那么协调的一个人，硬生生的坐到地上不说，还用自己的手撑了一把。然后当时就觉得哇，完蛋了，疼的我整个人都是木的，坐到地上，脑子里大脑一片空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来来往往有很多人看着我笑，因为没有人会想一个看着年纪轻轻的人坐到地上会起不来，大家就咯咯咯的笑，也没有人说过来扶我。当时我的心拔凉，比那个下雪天还要冷，可能就这样坐了4-5分钟吧。很好笑的是，一个老奶奶过来扶的我，在老奶奶扶我的那一刻，我真的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我当下我真的觉得奶奶扶我是起不来的，我还要把她带倒。然后我就告诉奶奶，我说奶奶，你先稍等一下啊，你让我缓一缓，谢谢。就这样缓了几分钟之后，奶奶终于是把我扶起来了。我心里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下一次如果见到有老人摔倒，我才不管会不会讹我，会不会有其他，我一定会上前去帮助他的。真的，我觉得就那一刻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暖。但你知道吗？当我起来的那一刻，我没有意识到我骨折了，我还强忍着疼痛就准备去单位上班。然后在上班的路上，我发现不对劲儿了，就是我的手肿了一个很高的包。就是我慢慢就发现那个手动不了了，当时后背痛都没有想太多，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手肯定是完蛋了。就作为一个职场人啊，大家会脑子里复盘很多东西啊，给领导请假会不会有问题呀？会不会多想呀？会不会觉得啊你是在找理由啊？巴拉巴拉想了一堆，然后真的是忍着疼痛去到了单位，必须得让领导看到你看我的手就是这样，确实没有办法。然后好在我们领导还是蛮体谅的，就说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其实当时我发现自己真的是给自己加戏了，就是大家反而觉得你都已经这样，你来这里干嘛？你赶紧去医院啊，干嘛要跟我们讲？所以你真的发现就是很多内耗是自己给自己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强忍着疼痛一个人去到了医院。前后也不说了，反正就是整个骨折的过程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就是拍片子呀，怎么样去看医生啊。在之前我真的不敢想就完完全全一个人就确定了骨折，当天也打的石膏，是手上。对，然后直到回家的时候，我也没有告诉很多人，特别没有告诉你的父母，其实我是一个人住嘛。然后我就强忍着疼痛，心想哇，幸亏是左手骨折啊，我就当给自己放几天假，就立马转换了一个心态就那个疼痛感已经没有了，转换了一个心态老天终于让我休息了太好了，我还可以看看书啊，还可以给自己做做饭啊，单手也可以嘛，对不对？然后可以享受一下一个人独处的时光，想得特别好。然后直到我发现这个后背不对了怎么越来越疼了？也没有多想，到第3天的时候，早上我要去拿那个手骨折的那个报告的时候，我在那块等了医生半天，站的时间比较久，我才发现这个后背不对劲儿了。我就告诉了医生，我说不对，我发现我这个后背，越来越疼了。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去检查一下，结果就发现哇，完蛋，我的后背的第8块胸椎压缩性骨折，就是因为做的那一下太重了，然后导致那个椎体压缩。然后医生就说你现在你的手是其次，你赶紧回家躺着吧那个报告结果出来千万不要动就躺着，回去就平躺着，啥都不要干你就赶紧让家人过来吧，你也别想着一个人了。但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在
后来的这个人生阶段，我是突然不太想要去麻烦别人的，就是我过去是太依赖别人了，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其实你谁都靠不住。这个靠不住不是去埋怨，觉得谁都靠不住，而是觉得其实更多的时候，你的人生是需要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就真的是医生告诉你，你什么都干不了，你只能躺在床上，你必须得有人帮你。所以就当天有一个朋友过来照顾了，就硬忍了2天，然后才告诉自己的父母，因为想着他们年纪比较大嘛，又是到过年了他们也有很多的事情，也不太想让他们担心，但是也没有办法，就只能这样了。就是自己30多还得让60多的父母过来照顾自己，心里还是蛮对不起他们的。就是其实当天也想的是蛮多的，包括接受我必须要躺平在床上这件事情，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时间的。但是让我很意外的是，就是所有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我都没有给自己太多的内耗的时间。我第一时间都是想着如何去解决，然后接受它，然后去解决它。所以我还是蛮感激的，就是感激一个相对强大的自己遇到了一个我觉得还是蛮大的事儿吧，人生一个算是挺大的坎儿，但是内心并没有很觉得这个坎儿很难过，反而是让自己尽可能的去轻视它，接受它，去想一想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父母也是很给力的虽然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呢他们也能够第一时间赶过来，让我也是感受到了其实不论如何，在你什么样的一个年龄，不论你多么的独立你多么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这个亲情的关怀一定是少不了的，它也是能够带给你极大的支撑的。对，所以这就是讲了一下我觉得就是其实人生嘛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件事情更是让我明白了这一点。就是过去我有一个比较人生低谷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劝我说没关系呀，也有很多那种博主就是那种鸡汤博主说哎呀没有关系，人生已经到最低的坎儿了，怎么都是往上爬了一切都会好的。但是你上了年纪，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会往上爬的呀？人生没有说过了一个坎就一定好的，人生可能就是一个意外加一个意外，就是要解决一件事情再加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抱怨，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说怎么这样，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然后往前走。这不得不说，我之前跟一个朋友有聊到强者心态和弱者心态，我想了一下，其实过去很多年的自己都是属于一个弱者心态。什么是强者心态呢？强者心态就是我不抱怨，我永远想解决方案；弱者心态就是我永远内耗，我不想办法。其实想一想，过去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事情来了，哎呦好难过，怎么办呀？哎呀咋办呀？怎么这样呀？老天爷真的是对不起我你看这个事情来了，哎呀我这个人就是命不好，哎呦你看所有人都针对我事情都是针对我，哎呀我躺到这儿怎么办呀？接下来工作怎么办呀？哎呀父母又要为我操心，哎呀领导又要觉得我怎么样，就是其实你会想很多。如果转变一种心态，可能就会变成老天爷可能觉得我太忙了，我太辛苦了，给我一个彻底躺平的时间。之前不是一直嚷嚷着为什么不躺平吗？你看这一下彻底躺平了，对吧？所以呢还有你看这段时间有父母的照顾，恰好给你一个能够跟他们好好相处的时间也是彼此亲情的一次再造，也让你好好跟他们了解，也让他们能够对你了解。同时我觉得可能他们也看到了你的成长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原来我的女儿她也是能够处理很多事情的，也不需要我们太操心，之前的一些唠叨呀反而都少了很多，反而是相互体谅。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吧，就是所有的事情它没有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坏凡事皆有好和坏的一面，关键是你怎么去看了。除了有好坏它的两面性，你还需要把你的角度维度变得更高。
看待事情，当你的维度更高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会豁然开朗很多了。你不再计较于事情本身，而是在看待这件事情对于你个人成长有什么帮助，包括这件事情在你的人生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值得你思考的点啊？它不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你只要去思考了，我觉得就是好的。说着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肚子咕咕叫？对，因为其实今天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呢？就是大年初二嘛，需要走亲戚嘛。然后我父母就纠结说不行不行，我们要陪你啊！哎，不行不行，哎，我怎么能够让女儿一个人在这儿？但是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不要给自己加戏，我很感激，我知道你们很关心我，但我也知道你们的那个心里面那个亲戚呢是一个大头，如果这个年没有走亲戚，你们的心里肯定是过意不去。其实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平衡，就告诉他们其实早上的饭做好之后，这一天你们可以去啊，等晚上如果你们回不来的话，我也是可以给自己点外卖的嘛，也可以送到门口，我起来取一下，怎么了嘛？没关系，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其实我觉得凡事都是能够找到那个舒适的点的，不要太内耗，也不要给彼此加太多的戏，同时也要互相理解，这是一个人际相处比较舒适的状态。所以今天他们去，我觉得也蛮开心的，我自己在家享受独处也蛮开心的。你看我起码开始录了这第1期的节目，不论如何反正起到了一个好的开始，自己纠结了3-4个月，起码在现在这一天给我起了一个特别好的头吧。总而言之，今天呢，我开始了我的第1期节目，也在一个很短期的时间把我的节目的内容、我节目的名字，还有我自己的名字，包括用那个绘图软件做了一个非常草根的这个头像啊，但是凡事主打一个我开始，只要开始就是好的。我也希望在这段时间，虽然我躺平了，但是我能够不抱怨，同时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而且我觉得做播客特别好啊，就是我这2天也在竭尽所能的想，那我要接受自己现在手不能动，而且必须要躺在床上这样一件事情，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其实尝试做了很多啊，我尝试了看书，因为我其实过去已经很习惯看书了，但是我发现我用一只手拿书是坚持不了很久的，会手非常的酸痛，而且那个姿势也不是太利于我恢复的。然后我尝试了看电视，我发现头超级痛，我还尝试了刷手机，但是我发现就全部都是一些很容易就被那个垃圾信息裹挟，我发现而且自己会很懊恼啊，怎么又刷了一天手机啊？这一天好无聊，真的就是到最后会陷入到一种更大的空虚。然后后来我会发现，我听播客是一个蛮好的，听播客是一个可以占据你蛮大时间的一个，而且也有利成长。然后还有就是我会听一些有声书，我看不了书我可以听。然后还有就是自己闭眼睛冥想，我发现现在又多了一个，你看还可以录播客，所以哪怕我们躺平在床上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人生经历，让我想到其实躺平也可以干这么多事情的。在之前我会发现躺平就什么都不要想啦，我会觉得哇好好啊，什么都不要想。但其实你发现躺平没有那么舒服的，但是在没有那么舒服的前提下，我还可以给自己找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还蛮好的。那如果有朋友听到我这一期节目的话，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些建议，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半躺平不叫半躺平，彻底躺平的一个半打双引号的废人啊，在床上还能做一些什么呢？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小小的建议。那今天的第1期节目，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独角戏一个人说了30多分钟。尽管我看很多人的节目都要做到60分钟以上，甚至 Melody 的节目要做到4个多小时，但是慢慢来吧，对不对？而且我现在也属于一个病人嘛，体力要慢慢恢复。天马行空第1期也没有什么提纲，也没有什么稿子，想到哪说到哪。跟大家来分享。如果有喜欢我的朋友的话，能够听到这一期节目的朋友的话，我自然是非常开心的。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对我是一个特别正面的肯定。
希望大家不论遇到什么难处，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不要怕，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拥有呼吸，所有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好学猫。